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20年来首次，战力最强核航母抵日本，威胁更大，只因带着这一战机。随着不时号航母整修完毕，福特号航母完成全舰冲击实验等一系列最新动态，美国海军即将熬过最艰难的航母空窗期，足以满足五角大楼对全球性航母存在的需求。换句话说，在因为各种原因忍气吞声数年之后，美国航母在全球到处耀武扬威的好日子回来了。航空母舰无疑是当今海上强国的标志，是大国海军的象征。如今，全球绝大多数的航母恰好归属于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可以说拥有航母的海军才有在国际海洋问题上的话语权。不过，有些国家一方面自己掌握着全球最强大的航母，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忽悠其他国家放弃研制和建造航母。这个国家就是当今的海上霸主美国。环球网报道，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举行仪式，庆祝第4艘福特级航母切割第1块钢板。福特级航母是美国海军在现役尼米兹级航母的基础上优化设计，进而开发的一款全新的超级航母，其满载排水量达到了惊人的11万吨。目前全球没有能够超过福特级排水量的超级航母。目前福特级航母已经建造3艘，其中首舰福特号早已经交付美军，但一直没有形成战斗力。第2艘航母也已经下水西装，第3艘已经接近下水，预计3年内这2艘航母可以交付给美国海军。本次切割钢板的已经是福特级的4号舰。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海军时不时就会爆出所谓航母无用论，并且不仅仅是美国民间，包括官方也会时不时抛出一些离奇的方案和主张。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率先在1946年进行了代号为十字路口的核武器测试，地点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基尼环礁。在这次核武器测试后，美国随即对外宣称，在核武器时代，航空母舰是漂浮在海上的铁棺材，并表示美国不会再发展大型航母了。然后他们就建造了满载8万吨级的弗莱斯特级航母。当英国海摇式战斗机研制成功后，美国海军随即提出了一种排水量不到1万吨，但是可以搭载海摇战斗机的所谓制海舰。美军表示，这种可以搭载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的小型制海舰，价格比航母便宜，又能为舰队提供防空掩护，确实是个好东西。嘴上这么说，身体很诚实。转头，美军就建造了小鹰级大型航母，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这还不算完，美国随后还建造了更大型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而尼米兹级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10万吨。不难看出，美国人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对外宣称航母无用，但是自家航母却越造越大。如今也是一样，美国海军经常对媒体表示，反舰弹道导弹已经对美国的航母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航母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甚至有美军高官表示，本来要放弃航母，改为发展无人舰队进行作战等等。然后他们又不断开工建造更大的福特级航母，并计划1对1替换掉现有的尼米兹级航母。要知道，在交付美军并服役了4年以后，福特级航母首舰福特号的技术缺陷至今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该舰至今也没有形成战斗力，而且由于设计和装配上的缺陷，其技术问题几乎无法得到彻底根治。但是在这种前提下，美国海军依然接二连三地开工了福特级航母的后续舰。目前该级舰的2号舰已经下水西装，3号舰也即将下水，4号舰开始切割钢板。这表明美国海军持续发展大型航母的决心并没有丝毫动摇，同时也证明航母在未来几十年时间内依然不会过时，依然是海上霸主。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全球有大约200个国家，而只有1个国家确认拥有可以打航母的弹道导弹。毕竟弹道导弹的射程是有限的，全球其他99%的国家都不具备有效遏制美国超级航母战斗群的能力，所以美国依然可以凭借着航空母舰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海域，在那些远离反舰弹道导弹的海域继续耀武扬威。美国、英国、日本3国的3艘航母在日本冲绳南部海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之所以航母打引号，是因为英国出动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日本出动
动的是出云级2号舰伊势号准航母，而美国出动的是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虽然是两栖攻击舰，但是美利坚号的满载排水量超过4.5万吨，可以搭载约22架 F-35B 型战斗机，其战斗力甚至超过了某些中小型航空母舰。由此不难看出，即便是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航母依然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也是维护霸权的重要武器。这也是美军不断建造大型超级航母的根本原因。而不久前接受了升级，在美国11艘航母中首次搭载着 F-35C 隐身舰载机进行实战部署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已驶抵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这是该航母近20年来首次到访位于该港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基地。这艘航母上一次停靠横须贺还是在2003年，被部署到西部太平洋地区执行了8个月的任务。当时在亚太部署的美国海军的小鹰号航母战斗群被派往波斯湾，为伊拉克战争提供支持。卡尔文森号航母此前完成了为期17个月的升级，使其能够搭载 F-35C 战斗机和 CVM-22 鱼鹰运输机，因此被称为美军最强核航母。卡尔文森号是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第3艘，舷号为 CVN-70， 已服役接近40周年。该舰舰长330多米，排水量超过10万吨，可以搭载70架飞机，包括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等等。但2019年2月开始，这艘超级航母进行了完整的修复和系统改造，包括作战系统、电气系统和船员生活空间进行了升级，而船体、舵和轴也受到了一些维护。但最重要的是升级，是对弹射器部分的改装，小到弹射挂钩，大到挡焰板都必须改装以适应 F-35C 战斗机的上舰。福特号虽然是新航母，但至今无法实战部署。在对 CVN-70 卡尔文森号的搭载 F-35C 实验中，各项参数最为理想，再加上美国海军急需派该航母向太平洋部署，所以这次执行首次实战部署任务的启程，也意味着该航母与 F-35C 正式形成作战能力。由于这是 F-35C 作为第5代战机首次驻扎航母实战部署，这样一来，在 F-35C 的加成下， CVN-70 卡尔文森号也将成为美国海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航母，暂时没有之一。当然，由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美国海军相比，所以美国海军的最强核航母，也就是全球最强核航母卡尔文森号，此前前呼后拥进驻日本，值得警惕。在这次部署到日本时， CVN-70 卡尔文森号搭载了一个中队约12架 F-35C 战机，其余的仍旧是包括 FA-18E/F 超级大黄蜂为主的第4代战机，但 F-35C 足以让美国海军得意洋洋。如今这支舰队驶入日本，应引起该地区所有国家的警惕。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近20年来即将首次访问横须贺，这艘号称史上最强的航母刚完成升级整修，它混合使用第4代和第5代战斗机，并携带有数量较以往更多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和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卡尔文森号上次进驻横须贺还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为填补小鹰号航母赴中东参战而留下的空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进入尾声，停留在中东海域的里根号航母也将在完成支援任务后重新返回西太平洋地区。这意味着美国很有可能在中国周边保持双航母战斗群。即将抵达西太平洋的美国航母还不止于此，当前正停靠在圣迭戈的林肯号刚更换了全球首位女性航母舰长。美国海军时报称，林肯号航母是首批改装 F-35C隐形战斗机的美国航母之一，它已经准备好在今年年底前搭载着这种全球最先进的舰载机前往亚太。布什号离开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之前，艾森豪威尔号已经停在它旁边准备升级。而在大西洋方向，布什号航母经过30个月的维护后将出海试航，它很快将与杜鲁门号航母共同担负海上威慑任务。同时，最新型福特号航母完成全舰冲击实验后，正在船厂维护，预计将在明年春季出海。眼看就要摆脱这种憋屈日子的美国海军，显然想对中国耀武扬威一把。然而，美国航母的好日子来了，中国会害怕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称，美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海岸警卫队门罗号过航台湾海峡时，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歼轰机、歼击机等多种军种力量，
在东海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并开展联合对海突击等科目训练。有关行动旨在提高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战区将根据周边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常态组织。中国军方已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不可动摇。纵然美国航母如今恢复全速运转状态，可能暂时会给中国带来一定压力，但只要美国航母日益老化的状态和糟糕的保养维护等问题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很快就会再度迎来航母空窗期。美国海军的好日子能持续多久都不知道，但苦日子恐怕是短不了了。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